哈，就是对海纳祖先下了诅咒的山神。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卢卡斯曼，我是 Lucas， 今天和大家直接爆雷山神诅咒的真相，不然剧版每周一集是要等到天荒地老，是不是？不想被剧透的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看看山神和老虎的补充小知识。对 ，OK， 让我们先来前情提要一下。女主角和海娜一家都代代背负着一个奇葩诅咒，只要与异性接吻后，每晚12点到早上6点就会变成小狗，而且这个诅咒必须要在100天内以狗的状态再次和同一个对象接吻才能够解除，否则一辈子都只能当狗，并且渐渐会失去身为人类的记忆。总之，海娜因为喝醉误亲了男主角陈书远，所以他就这样触发了诅咒。而这一部故事就是描述海娜为了解除诅咒，主动去接近怕狗的陈书远后，两人渐渐爱上彼此的故事。在原作故事中，最初这个诅咒是被描述成这样的：很久以前，一位性格恶劣、好吃懒做的少年在村庄里引起了不满。他被村民无视后，少年对着经过的狗大肆发泄了一场，没想到却不慎害死了这一只狗。然而，这只狗其实是山神非常爱护的狗。因此，生气的山神就对他下了诅咒。当他成年之后，只要亲嘴，就会在凌晨变成一只狗，而这个诅咒将会一代一代传给后代子孙。然而，其实山神诅咒的真相并非如此。当初其实是因为海纳祖先良善的本意，才造成后来这些不幸的。当时真正的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在某个村子里住着一名少年和2个少女初音以及默顺。有天，初音带着麦芽糖来找默顺分享，初音还顺带提到他等等要去山上。默顺就用了一个质疑的语气说道：“又要上山了。”而这时，附近的少年和他一群朋友们正在讨论初音和默顺。大家觉得初音漂亮，而且爱笑又温柔，而默顺则对人非常的冷漠，所以大家其实更加喜欢初音。有人还说了默顺的坏话。这时，默顺好巧不巧就刚好走过来，听到了这些话，作势要揍他们。大家突然间就鸟兽散，只有少年留下想为刚刚的事情道歉。不过是非分明的默顺就告诉他，他才不需要道歉，因为他并没有讲自己的坏话。其实少年喜欢着默顺，但却一直不敢说出口。但这次他支支吾吾的尝试想要告白，不过没多久，他脱口而出的却是询问默顺跟初音最近怎么好像不常待在一起。而这样的问候却反倒让默顺怀疑少年不会是喜欢初音吧。默顺看似有点不悦的回答道：“那丫头最近学坏了。”而初音和他的狗小白来到山上后，害羞地躲在一棵树后方看着一名男子。这名男子摸了摸初音的狗，随后便问道：“你的主人今天没来吗？”而事实上，这名男子就是山神。初音曾经目睹他白色老虎的真面目，但却不曾对他感到害怕。这件事让山神渐渐对这个女孩产生好奇心。在那之后，初音跟山神也开始对彼此互有好感。但山神因为知道人类寿命短暂，一直害怕总有一天会失去初音，因此他也不断拒绝初音的心意。不过山神其实心想，如果他能够永远陪着自己，那该有多好。这天，初音还说了，就算被拒绝，他也会一直来到这里的，请山神不要不告而别。如果要先走的话，一定要告诉自己。哇，完全就是在为自己立 flag。接下来就是这段悲剧的开始。这天少年做了一个法簪，想要送给默顺，但却被他的朋友嫌丑。此时，在村庄的某间屋里，默顺的爸爸告诉默顺，明天就要把她嫁给另一户人家做妾。这让心有所属的默顺完全无法接受，他无奈又生气地离开了家里。而这时，初音因为小白不见，正在外头找小白。默顺突然从一旁出现，心思细腻的初音一眼就发现了默顺不太对劲，打算关心他。默顺却突然叫初音不要再去山上找那个可疑的男人了，快去找个好人家嫁了吧。但初音不知为何默顺要突然这么说，却还是反驳道：“我不想随便嫁人，我想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如此随心所欲的初音，反倒让默顺感到嫉妒愤怒。他大声呵斥：“别再说这种话了，你也该长大了。”便直接离开了。默顺在路上跑着跑着撞到了少年。此时的默顺看到少年，高兴了一下，原来默顺喜欢的就是他。他看到他手上拿着一个发簪，便问道：“这是要给自己的吗？”但少年却因为害怕发簪太丑，所以说这不是要给默顺的。默顺原本还以为两人可能互相喜欢，但现在他更加确信了，原来他也跟大家一样喜欢初音啊，这让默顺更加的受伤了。于是他寒暄几句就离开了。默顺这天好讨厌初音，因为初音能够被少年喜欢，因为初音不懂人间疾苦，活得天真自在的。不断遭受打击的默顺走着走着，便在路上看见了小白。默顺心里突然起了个不好的念头，他打算让初音尝一尝苦头。
所以他便把小白带去了山上。然而少年刚好就在后头看见了木顺往山上走去。不过就在木顺来到山上后，他惊觉自己怎么会想要干这种事，于是便打消了念头。但小白却从他手中跳出，奔离了木顺。木顺就这样在雨中不停地寻找小白，而少年跟着来到山上，发现木顺慌张的样子，便向他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木顺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看见木顺全身湿透，嘴唇发紫，便叫他赶快回家休息。他也向木顺保证了自己一定会找到小白的。而木顺回到家前，想着要先告诉初音这件事，他却遇到了父亲。木顺完全不愿意听从父亲说今天就要嫁人的要求，所以就被父亲狠狠赏了一巴掌。真的是很让人同情。然而其实原来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当初音来到山上找小白时，开始下起了滂沱大雨，也让地面都变得湿滑。不幸的是，初音就因为这样不慎摔落下山。就在这时，山神马上注意到有人死在山中，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个人竟然就是初音。他来到初音身旁，看见这个冰冷的遗体，悲痛万分。但他不明白为何下雨天初音会出现在山上。就在他读取了初音的记忆后，山神才知道，原来他是为了寻找小白而来。就在这时，少年突然出现。山神看到他可疑的样子后，便化作骇人的老虎姿态，质问他对这件事是否知情。少年看到老虎后，马上就被吓到。但少年为了不让木顺陷入危险，所以便撒了谎说都是自己的错，是自己想要向初音开个玩笑，所以才把小白带来了这里。于是山神便对少年的家族降下了诅咒。然而痛失爱人的山神虽然愤怒，却没空感到悲伤，因为他对一个没有犯错的人类降下诅咒，所以依照神之间的规定，他必须舍弃自由，守护少年的家族100年。也正是因为如此，这让山神对于说谎的少年更加憎恨。所以几百年后的这天，山神突然来到海娜面前，他给了海娜能够解除家族诅咒的机会，但代价是陈书远的心将会回到把海娜当成同事的时候，他会忘记海娜喝醉误亲他之后所有的记忆，也会被抹去所有对海娜的感情，而海娜则会记得一切。山神更残忍地说道，选择陈书远的话，你就是选择无视那些深受诅咒的家人。我一直在等待你们深爱彼此的这一刻，因为这是最能让你深陷绝望的一刻。天哪，有必要这样折磨他们吗？原来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陈书远就是初音的转世。生命难道这是一场横跨数百年的复仇吗？山神究竟是好是坏呢？而山神的本意真的就是如此吗？这边就不剧透更多了，大家可以直接去看剧版的结局，或是直接去看漫画。不过看了全系列后，不知道有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山神会是一只老虎？根据中国古书《东夷传》提到，他们的风俗尊崇山川，向虎祭祀，视之为神灵，表示至少在过去三国时代以前，韩国就已经将老虎视为山神的化身。过去韩国每座山都有老虎，很多地方都将山神的身份就设定为老虎。而且去韩国佛教寺庙参拜山神阁或是三圣阁，你会看到挂有山神图，这通常就是描绘着老虎变身为人类的山神。不过老虎有时被描绘为山神的真身或是化身，但有时却是作为山神的使者或者是坐骑。此外，韩国山神的形象可不止如此，山神在韩国神话中被描绘为守护并统治山脉的神灵，形象其实通常是穿着白衣的白发老爷爷，但也可能是老奶奶、妇女或夫妻的形象。有一种说法是，原本山神是农业和地母神，但随着更看重父权、夫权的儒家思想传入，山神的丈夫通常就被替代成为山神，也代表着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过渡。此外，山神在韩国的地位极为崇高，是被认为掌管着山区的灵性的存在。在古代社会中，山区虽然富饶，但也是猛兽的栖息地。随着山区成为资源丰富却充满危险的地方，因此管理山区的神灵就被视为了极为崇高的神祇。但随着社会发展，佛教和儒教的传入，以及技术发展后，山区威胁逐渐减小，山神的地位也渐渐有所下降。然而，山神信仰在韩国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历史痕迹，像是历代王朝效仿中国的祭祀制度，会选择国土上重要的5座名山作为5月进行国家祭祀。当时新罗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后，选择了土寒山、基隆山、智异山、泰伯山和八公山这5座山作为国家的5月，而这些山也同时是国家在军事上的重要据点。总的来说，山神在韩国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是自然之灵，又是山区生活的守护者，展现着人跟自然之间生活的连结。
最后谈到一些知名的山神传说，其实原本我想说，天哪，漫画最后怎么没有让山神获得幸福呢？所以我查了一下，有没有什么跟山神有关的幸福的爱情的结局啊？答案是没有。但仍然有一些著名的传说，像是松岳山神，据说在蒙古入侵时，山上的松树因为风声而发出像人哭泣的声音，让蒙古人认为这是有神灵存在的山，最终下令撤退。还有当时朝鲜王朝成立后，新的首都汉阳的四周的山也被封为了守护神，北岳山被封为镇国伯，木密山则被封为了木密大王。这些故事都彰显了山神在韩国历史中的特殊地位。至于老虎本身呢，其实对韩国来说本来就意义非凡。事实上，从韩国古老的檀君神话到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吉祥物白虎，都跟老虎有关。而老虎也是韩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动物。对韩民族的情感和文化来说，老虎不仅意义独特，还存在于各种神话还有艺术作品里头。此外，不管是山岳信仰或是对老虎的崇拜，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当然，也有许多其他动物作为山神的传说。总之，下次在影视作品当中，如果你看到山神，不妨注意一下它是什么样的化身或是形象，也可以思考看看你是否也有听过其他民族对山神或者是特定动物有这种普遍而深厚的信仰或是崇拜。那么今天就说到这里，这里是卢卡斯曼，我是 Lucas， 带你穿梭虚构与现实，我们下次影片见。